特朗普这回彻底气疯了。就在前2天，英国不声不响的干件大事儿，直接在美国的后院点了一把火。英国的药企巨头阿斯利康当着全世界的面拍出了150亿美元重仓中国，这简直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扇在了美国脱钩断链的脸上。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出精彩的大戏。那事情呢是这样子的，英国的首相斯塔默这回在中国那可是受到了高规格接待双方呢聊的那叫一个热乎。就在这个热乎劲头上1月29号英国那边宣布了一个消息，英国最大的制药集团阿斯利康，他的 CEO 苏伯克当场拍板宣布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定，在2030年之前，我们要在中国继续投资150亿美元。150亿美元按照现在的汇率，这得是1000多亿人民币这可不是买大白菜这是真金白银的重仓这笔钱要干嘛呢？扩大药品生产，搞研发，要把中国打造成他们全球的超级引擎。这个消息一出来全球的医药圈都震了大家伙都竖大拇指，说这英国人的眼光毒识时务者为俊杰。但是特朗普大爷那是彻底的破防了，他在自个儿那个社交平台上，我那个手指头敲键盘估计都敲出火星子来了，那叫一个歇斯底里那叫一个口不择言。他是怎么骂的呢？先骂这个阿斯利康是叛徒，说你们忘了自己是西方企业了吗？这胳膊肘怎么往外拐？放着我们美国这么好的市场不投，非要去讨好中国。然后呢，又骂这个英国的首相斯塔默是软弱无能，说你个当首相的连自己国家的企业都管不住，竟然让他们抱中国的大腿，简直是丢了西方世界的脸。最后他还撂下一句狠话，那是典型的特朗普式诅咒，这是愚蠢透顶的决定，阿斯利康迟早要后悔，只有跟着美国才有肉吃。你听听这像不像是那个看着前女友嫁了个大款，自己在那儿酸溜溜骂街的破屁无赖？你瞎了眼了，那个大款哪有我好？我虽然没有钱，但是我脾气大董王这一跳脚反而说明了一个问题，这一刀扎得太准了，扎到了美国的痛处。他证明了美国搞了这么多年的脱钩断链搞了这么多年的制造业回流，在真正的资本巨头面前那就是个笑话。咱得先聊聊这个阿斯利康他到底是家什么公司，他为什么敢顶着这个美国的压力非要往中国砸钱？你别看这个名字听着挺洋气的，像这个希腊神话式的神仙，其实这个家底子厚着呢他不是那种这2年才冒出来的暴发户，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百年豪门这个公司现在的身子骨是2家老牌药企强联合出来的，一家呢是1913年成立的瑞典的阿斯特拉公司，那可是北欧的制药一哥另外一家呢是1923年成立的英国吉利康公司，那也是大英帝国的药房掌柜到这个1999年这2家一合计，咱们别单打独斗了，合一块得了。于是阿斯利康就诞生了，总部呢是设在伦敦。这一合并那就不得了了直接跻身全球顶尖的制药行列，跟美国的辉瑞、强生那都是平起平坐的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骂他是叛徒了，因为从这个根上论他有一半这个瑞典血统，一半的英国血统，是正宗的西方贵族。在这个特朗普的逻辑里既然你是西方呢，你就得听我美国的，你就得跟我一起围堵中国。可是资本这东西它是不认国籍的，它只认利润和未来。而且阿斯利康跟中国的缘分那可不是今天才有的，那是老夫老妻了。早在这个1993年阿斯利康就进入中国了。那个时候咱们国内很多药还只能靠进口，人家就来了你去这个医院开药，什么治这个肺癌的泰瑞莎，还有治这个糖尿病的安达糖，治胃病的奥美拉唑那都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更难的是这家公司在中国那真不是那种捞完钱就跑的主人家是真办事的我给你举2个例子。
2008年汶川大地震啊，阿斯利康呢捐了1460万，那个时候的1400多万多值钱啊！2020年新冠疫情刚开始那会儿啊，大家都没有口罩，没有药，人家呢又捐了1700多万的物资和资金，还有个什么乡村医师项目，培训了6万多个基层医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人家阿斯利康早就把中国当成了第二故乡了。这次咱这个150亿啊，那是看准这个日子能越过越红火，绝不是董王嘴里说的一时糊涂。那咱们再来聊聊这个董王最不服气的一点啊，他骂街的时候说，美国有着全球最大的医药市场，有最先进的技术，你们放着肥肉不吃，是不是傻？哎呦喂，还活在10年前的梦里呢。美国的市场大不大？确实大，但是对于阿斯利康这种巨头来说吧，现在的美国市场那不叫肥肉，那叫带毒的刺身，看着鲜亮啊，吃下去扎嘴啊，还要命。为什么这么说啊？第一啊，美国那是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啊。美国的医药行业啊，那个垄断程度啊，那简直是令人发指。辉瑞、默克、强生啊，这些美国的本土巨头啊，那一个个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头蛇呀。阿斯利康嘛，虽然也是强龙，但正所谓强龙难压地头蛇。在美国啊，你想抢这个市场份额，那你得把一半的利润拿去打官司，拿去搞游说，竞争太白热化了呀，那是红海，甚至可以说是死海。这第二啊，美国政府这只手啊，伸得太长了。你看看这几年美国干的事儿，那动不动啊就搞这个贸易保护啊，动不动啊就搞这个技术封锁啊。今天说你的药价太高，要强行降价，明天呢说你的数据不安全，要审查你。那个什么通胀削减法案，表面上是降通胀，实际上就是逼着药企割肉，连美国的本土企业都叫苦连天，更别说你个外资企业了。在这个阿斯利康眼里啊，美国这个市场政策风险太高，指不定哪天啊，这个董王一觉醒来发条推特，你的几百亿投资就打水漂了。所以呢，特朗普说这是肥肉，阿斯利康心里面想的是这肉馊了，谁爱吃谁吃，也不伺候了。反过头来咱们看看中国，为什么阿斯利康敢下这么大的注啊？这绝对不是为了讨好谁这是经过精算师拿这个算盘珠子一个个算出来的。中国现在什么情况呢？那是制药企业的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啊。首先咱们这儿人多而且需求高，14亿人口这是基本盘。而且咱们实话实说中国现在这个老龄化吧，它确实是越来越严重了。人老了，这个身体零件就容易出毛病什么心血管啦、肿瘤啦、糖尿病啦，那这些病的需求量那是蹭蹭往上涨对于药企来说，这叫什么呀？这叫刚需。而且现在这个中国老百姓生活水平都高了，对这个健康也看重了，对好药、创新药的接受度也高了，也舍得花钱了。这个市场的增量，那是美国那个已经饱和的市场根本比不了的。其次咱们这儿现在是不光能吃药，还能造药。以前外资来这个中国是把这个中国当成工厂，当销售地。现在呢，阿斯利康这个150亿很大一部分呢是投在研发上的。为什么呀？因为中国现在的医药研发实力那是今非昔比咱们每年毕业多少大学生多少这个生物医学博士这些人才那是全世界最顶尖、最勤奋，而且性价比最高的。阿斯利康呢，把这个研发中心建在上海，建在无锡，招一帮这个中国科学家。同样的钱在美国能雇一个团队，在中国能雇3个，而且干活还快，这就叫降本增效。资本家最喜欢这个了。最重要的一点是咱们的环境你看咱们中国政府对待外资的态度那叫敞开大门，欢迎客观，从不搞什么歧视也不搞什么封锁。相反咱们出台了一堆的优惠政策那个审批速度那像坐了火箭一样以前一个进口新药在这个欧美上市后呢，得等个3-5年才能进中国。现在呢，全球同步上市，甚至有的药中国呢比美国还先批。
这种效率，这种确定性啊，对于企业来说吧，那就是定心丸。I have great confidence in the future of China for a few reasons. First of all, there is great science and great innovation that is happening, and I'm a believer that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is about science and innovation. All of those are really important for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and China will be a driving force. The second is the government is driving a strategy of opening up. So there is a lot of collaboration across countries that can grow and develop because of this opening up strategy. And finally, there is also a strategy of collabor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So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of course, but common prosperity across the world. And that collaboration will drive benefits for Chinese people, but also for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还有咱们这个供应链啊，从这个原料药的生产到药瓶子包装，再到这个冷链物流的运输，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全产业链的国家。所以啊，阿斯利康看得太明白了，跟着中国走啊，那是顺水推舟，一日千里；跟着美国混，那是逆水行舟，还得防着背后挨刀。这笔账傻子都会算。那再说这个英国这位新首相斯塔默。这个老头吧，这回算是活明白了呀！哎，你想啊，过去这8年，这英国过什么日子呀？那是被这个美国忽悠的找不着北了。那时候那个英国啊，就像是美国的跟屁虫啊，美国说咬谁，英国呢就得跟着汪汪叫。结果呢，拖的一地鸡毛，这经济啊是搞得一塌糊涂啊，通胀高得吓人，老百姓连暖气都开不起。那斯塔默呢是工党出身，他上台呢是为了救火的，不是为了陪葬的。哎，他看着这个烂摊子啊，心里面跟明镜似的啊。再跟这个美国一条道走到黑，大英帝国就真成了大英县了。他得找钱，他得找市场，他得让老百姓有饭吃。放眼全球，谁手里有钱，谁手里有市场？除了中国，还有谁呢？所以啊。他这次访华啊，那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他顶着美国的压力啊，带着50多家企业来啊，就是来拜码头求合作的。他心里面清楚啊，这一步啊，要是走对了，英国还有救。哎，要是再听这个特朗普的，那就彻底凉凉了。阿斯利康这150亿啊，就是斯塔默啊给中国递上投名状，也是中英合作添的一把最旺的火。这一下子啊，就把这个中英关系啊从冰点直接拉回了正轨。而这个特朗普呢，他之所以这么愤怒啊，这么歇斯底里啊，是因为他发现哦，他那套美国优先霸权主义的玩法不灵了，连他最忠实的小弟英国啊，都开始背着他跟中国眉来眼去了，连他引以为傲的西方巨头企业啊，都开始用脚投票，把钱投给中国了。这就好比啊，一个黑老大，那以前一拍桌子啊，大家都得哆嗦，现在一拍桌子啊。小弟们呢，互相看了一眼，说：“大哥，你手疼不？不疼，我们就去隔壁谈生意了。”这种权力的流失啊，这种被抛弃的恐惧啊，才是懂王发疯的真正原因。所以说呀，这150亿美元，它不仅仅是钱，它是一个风向标，它告诉全世界啊，不管是英国啊，还是其他西方国家，不管是阿斯利康，还是苹果啦、特斯拉啦、大众。哎，只要这个脑子没有进水的，只要是想赚钱、想发展的，最后啊都会看清一个事实：中国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市场，是最稳定的避风港。跟着中国搞合作啊，那就是共赢，是大路朝天；跟着美国搞对抗啊，那是自残，是死胡同。现在啊，越来越多的西方企业啊都在加大对华投资。哎，你就看着吧，这个阿斯利康它只是个开始。后面啊还会有更多的阿斯利康排着队来，这对咱们呢也是大好事啊。那以后咱们用药就更便宜了，好药更多了呀，工作机会也更多了，咱们国家医疗水平啊那是又要上一个台阶了。至于那个在那边跳脚骂街的董王，咱们就当看个乐呵吧。他骂的越凶，说明咱们做的越对；他越是气急败坏啊，说明咱们的日子啊越是红火。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肖兰，我们下期再见。